Hello，又到了我们来看看生活灵感的时间。这里有3组牌，1、2、3，根据你现在的感觉选择一组。如果需要多一点时间，可以先按下暂停，然后就可以开始咯。嗨，这是选到这张牌的第一组。我们来看一下近况。这张出来，看起来是你们最近可能周围有很多的声音在试图影响你该怎么做事情。你自己是没有受到太多的动摇，因为你还蛮相信很多事情是需要自己解决的，别人帮不了，所以每个人都有义务照顾好自己，处理好自己的事情。你还蛮相信这一点的，只是对于别人的挑战，就必须一直摆出自己的立场。最近可能是比较多这种状况发生。你们还蛮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自己的想法。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现在你们想要达成的事情是什么呢？想要达成的是好多，等一下。感觉你们是可能不想要一直对抗你这种跟你不一样的立场。虽然它是不至于动摇你的决定，但是这些声音一直试图在影响你，就也是一种干扰吧。可能想要让这个情况快点结束，不用再继续抗争，不想要有什么冲突的场面发生。好，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来看一下，跟上次一样，加法和减法。然后我们现在先看减法。有什么是不用那么努力，不用那么用力，这个情况也可以顺利解决的。你们非常的聪明，思考逻辑都很清晰，也知道那些周围试图影响你的人，那些观念逻辑上面的矛盾，或者是一些你可以反驳的点，你很清楚，但是你也不想要有冲突，所以一直试图要和善，用很多心力去揣摩，去思考要怎么样化解这些可能产生的冲突，要怎么样才能不要有矛盾，你也不想要太有攻击性。这个出发点是非常的好，因为不想要有冲突嘛，大家和和气气的就好了。但是看起来好像不知不觉的，你们把太多的心力放在这一块上面，
可能常常在思考关于如何不要冲突的这件事上面，太关注这个问题了。看起来你们其实已经有很多的方法，因为花很多时间在思考这件事情，所以现在不用花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关心这个事情也可以顺利过去的。在减法的部分，感觉是可以把你的焦点移开到别的地方，到你更想要关注的事情上面。那我们看看加法的部分呢？适合做些什么？适合做的事情，在加法的部分，就是可以多专注在你自己身上。在这边可以看到你非常的清楚你的观念、你想法，但为什么还是会很介意身边的人带给你的影响？因为你们的感受很细腻，很难去忽视别人抛出来的东西。那既然感受到了，就会想要回应，就觉得必须回应。因为如果不回应的话，也是不舒服。大概是因为这样，就会觉得有点吵，有点干扰。那这里看到的建议就是，当你觉得有点吵，被干扰到的时候，先不要试图去反抗，就算你真的有这个能力，因为其实没有必要，不值得。反而你可以告诉自己，我意识到了，真的是不太舒服。如果可以离开当下的环境的话，那就可以尽快的离开，避免这场战斗。如果没有办法立刻离开当时的情况的话，那也尽量想办法让自己不要听外面那些声音。感觉就是有一种自觉，知道你不舒服，接受你很容易感受到攻击性的这件事，感觉这还蛮重要的。因为可能有一部分的难受，是因为你自己也在抗争这一个不舒服，可能会觉得自己怎么这么容易受到影响，这么容易因为这些声音就觉得不舒服，这个会让你的难受放大。首先是知道你很容易感受到这些隐隐约约的攻击也好，负面的影射也好，知道你感受到了。好，那现在要做的是安抚自己，而不是指责自己，觉得哎呀怎么又被动摇了，或者是该做什么反应，这些感觉可以多做一点的部分就是把那些杂音当成是鞭炮，太大声了，这时候先捂住耳朵，保护自己。这些鞭炮声很快就会过了，不需要做出反应，也不需要跟它比大声。看一下，哇，有3匹马欸，这感觉是真的马，
然后这个是独角兽飞马，这个是小木马。有一种很聪明又同时有纯真的这个氛围。你们很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很知道自己的追求，也不在乎自己跟别人不一样，只是常常如果有不同的人介入，试图要影响你，就会去关注，大概是这种感觉。这些看起来很像影子，你也知道他们动摇不了你，但是你偏偏还是会去关注。其实这就已经被影响了，感觉可以再更不用理会，可以再更稳一点，继续在你的领土里，继续在你相信的踩得很稳的那个王国里面，朝着你想要达成的目标前进。很多人不理解，那是很正常的，这就是你特别的地方嘛，你自己也知道，所以就保护好你的特别。这个保护不需要去战斗，而是稳稳的待在那里。这个稳稳的待在那里，不是说一直在那边接受鞭炮的洗礼，而是看自己现在有什么需要，去做出应对，不用一直看着别人有什么需要而做应对。那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幸运色和幸运的小事情。哇哦！幸运色就是紫色啦。幸运的小事物，感觉是这种比较梦幻的泡泡，甚至玩具，让你觉得疗愈，能够激发你纯真的童心的东西，感觉都蛮好的。偶尔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没什么不好，那里是你最纯净、最天真、最可以梦想的地方。那今天的读牌就到这里，祝福你们一切顺利开心咯，拜拜。嗨，这是选到这张牌的第二组，我们来看一下近况。你们最近好像在找路，在寻找一条你想要走的道路。看起来是跟你们以往的做法都不一样。可能以前你们一旦决定了自己要做什么，就会一股脑的往前冲，努力达成。但是最近你们看起来是在看风向，一边在观望外面的环境，现在的趋势是什么样子，然后一方面在感受和思考自己想走什么样的路。这次你们没有那么的冲，没有那么冒进，好像希望可以好好的整合目前你所累积的一些，不管是知识或是资源都好，
想要好好的让自己可以符合外面的需要。目前还没有决定好要走哪一条路，还在感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建议呢？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你们找到这个答案，找到方向？那一样是加法和减法，我们先来看减法的部分。可以不用那么努力的，可以轻松一点的。放轻松一点，事情也能顺利的。这里的建议是，需要一点奇思妙想、异想天开的想法。可以稍微减少一点的，就是观察和感受外面世界的状况，还有自己真正想要的。你们可能已经知道很多外面的情形，像这个一样，已经有一个大概的地图了。就虽然有一个地图，你们还是很谨慎的在思考着自己真正想去的地方是哪里，然后呢，静静的在等待这个符合上的时机。这样做了一阵子之后，其实你们已经大概有了一个方向了吧，就是已经大致上有一个了解了。所以现在其实大部分的时间会在等待，好像就停在这里了，这样有一点可惜。如果说比较主动一点，不等待，自己开始创造一些什么的话，有什么建议可以做些什么呢？加法的部分，适合多做一点的，多肯定自己。你们可能是感受性非常强的人，这里很多月亮的图案，这个也是有一种想要在乎自己的感受，至少对于现在来说是这样。但是为什么这里会建议这样呢？有可能是有些感受其实在不自觉的时候被屏蔽掉了，可能一些想法还没有冒出水面，但是已经自动就被过滤掉，所以有可能你根本就没有发现，其实你是有这个想法的，可能很习惯、很自动的就觉得那是不好的、不应该有的，就可能从以前就这样子练习过来，所以现在根本也不需要等到想法出现、感受出现，然后再把它删掉，而是在它还没出现、你还没注意到的时候，就自动被删掉了。所以，可以试着将这个所谓的坏小孩这个部分，不要处罚、压抑它，因为那个真的不一定是坏小孩。
有可能情绪起伏大一点，动作表现大一点，就会习惯压制，习惯当一个情绪稳定的自己。但是当然不是说就去发疯，或是做一些疯狂的事情，不是这样。但是感觉是有些东西很习惯的被隐藏起来了，但是它其实不是不好的东西。这个花纹和细节很多，有可能你们是感受很细腻的人，你们常常会注意到很多细节，也会表现出很多别人没有注意到的事情，但是却被觉得太细节。如果是这个例子的话，那它真的不是不好，只是有可能身边的人是比较没有那么细腻的，这样而已。还有很丰富的纹路，很丰富的个性和表现方式，这也没什么对错问题，诸如此类的。看一下，有什么补充的具体点？感觉真的可以试着解放一下你的内心里面那个纯真的小孩。以前怎么样都过去了，没有关系，都不用管它。但是从现在开始，你是可以决定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真的这样做就是个坏孩子吗？以现在的你来看的话，你真的会这样觉得吗？不要太轻易的去定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因为你们现在很努力的在认识自己。那在认识自己的这个时候，可以想想，这个你认为的缺点真的是缺点吗？看起来应该不是这样子。当我们如果可以接受，而且甚至欣赏你的某些特质，当遇到这些特质的时候，想到这些特质的时候，情绪不会那么大，觉得很难受，而是很开心的、很轻松的接受了这一些特质，那这个关卡可能就会打开了，可能你就能找到，甚至创造一个你想要去的地方。毕竟这里虽然有地图，但是它也不是标示了全部的地方嘛。有可能你要找的地方还不是在那里，或者是有可能在那里，但你没有注意到。你们看一下幸运色，还有幸运的小物，可以帮助你顺利。哇，这颜色好像。颜色的话，这种深绿，有点蓝绿，这种深色的深绿色。看这个人从脑袋长出了很多漂亮的花。如果你是很有想象力、很有创造力、有很多想法的人，可以先写下来，再去慢慢过滤，可能可以帮助到有一些不自觉就被隐藏的想法，让你们很丰富的内心世界可以发挥出来。就算一开始你觉得这太荒唐了，这不行，反正先写下来再说。幸运物的话，
感觉是这种花，这种很盛开的花，不管大的还是小的，有很多花瓣，或是很多细节的。好，那今天就到这里了，祝福你们一切顺利开心哦，拜拜。嗨，这是选到这张牌的第3组，我们先来看看近况。好，看起来你们是在迈入一个新篇章的过程，隐约好像看到了一个方向，但是还没有完全的确定。过去的记忆，不管是好的坏的，都已经过去了。感觉你们比较想要专注在接下来会是什么样子？你可以做什么样全新的自己，再去发现更多自己的面貌。还有一点点的不确定，好像看着那边，但是又不确定说真的要往那边吗？像这个好像有一个希望，有一个想法跑出来了，但是又立刻消失，又被取消了，就觉得可能这样好吗？又有一点犹豫，然后取消了之后，可能又过一阵子又看到或是想到这样好像不错，是不是这个？然后又取消了，可能在这一个试探尝试的过程当中，那现在适合做些什么，可以帮助你们更明确的找到那个答案，或者是你需要的一些元素，例如勇气啦，或者是更肯定的感觉。这样。哇，这2张有点像诶，这个颜色的感觉，金黄，还有这种红、紫红、紫粉，这个建议还蛮清晰的。现在适合做的事情就是勇敢去做你的梦。感觉你们是想象力很丰富的人，或者是心中一直有一种理想，各式各样的忽然产生出来的理想也有可能，但是很快就会被自己否定掉。不管是一直以来的经验或价值观都好，很快就否定自己有时候会冒出来的想法。那现在呢，很建议你们可以试试看，不要那么快的否定忽然冒出的想法，或是自己的对未来的想象，可以先写下来。这些想法对于现在的你们来说很珍贵，
就是不要像这一样，就是一飞出来就自动又被取消，又被抓回去了。虽然你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把它实现，但是至少让自己有勇气去想象。例如说，如果什么事情可以实现的话，你会很开心，或是你有一个什么很奇特的想法，你想创造出什么都可以。为了不让它又立刻消失了，你可以赶快写下来。好，这是主要的一个建议。那达成这件事情，再更具体的一些方式，看一下可以多做什么，和可以少做什么，加法和减法。我们一样先看减法的部分。少做一点的话，这件事情也会进行得很顺利，不需要花那么多的精力。是什么呢？看起来你们好像很关注周遭的环境，你们身处的世界很缤纷、多彩多姿，每天都这样快快乐乐的，这样蛮好的。只是说，有可能因为都忙着应对外面的世界，常常会忽略了自己真正的感受，或者是一些很微小的想法，没有时间去管它，然后这个想法就消失了。所以这边减法的部分，适合少做一点的部分，是可以减少一点关注外面的世界。太多事情太好玩了，太有趣了，会有点占据了你自己独处的时间。这是具体的一个方法，可以试试看。那适合多做一点的是什么呢？很多做梦的元素诶。这好像不用我多说了。适合多做一点的是什么呢？就是多做梦，不是晚上做梦的那种梦，是你敢不敢想象，你敢不敢接受一些自己荒唐的想法。现在看起来也许很像一个不切实际的白日梦，可是人类因为梦想而伟大嘛。忽然冒出这个，先不要想这个方法可不可行，实不实际。首先第一步是你敢不敢做这个梦，你敢不敢想，可以多多的去想象你理想中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理想中的自己是什么样子。例如说飞行，这些人类在飞机发明之前也从来没有想象过可以在天空飞，但是因为有了这个希望，有想象，所以后来创造出了各种可以在天空飞的东西。你的梦想是有可能可以改变世界的，先不要那么急着否定。就算不能改变世界，但自己很开心啊，对不对？这给我一种感觉是很轻，放飞自己，很轻盈的
去想象会让你开心的很远很远的理想，只是一个梦想都没有关系。一句话总结就是尽情的去做梦吧，这可能会是你们的突破口，可以参考看看。那最后我们看一下幸运色和幸运的小事物。幸运色这种粉紫色、紫粉色反正就是这种粉粉又紫紫的，很梦幻的，有一点点透明度的。然后幸运物的话，就是这种形状的东西或是图案，像这种好像散开，很像，就真的很梦幻，很像精灵的小翅膀和绽放的花瓣。这种刚刚提到的半透明啊、光影啊，这种梦幻感的东西，说不定会给你们带来一些灵感，或是让你们放松一点，更可以勇敢的做梦。知道自己的梦想之后，再一步一步的实践它，那个是后面的事情。如果这是无法一个人做到的事情，拥有相同梦想、相同理想的很多人就可以一起去实现它。那祝福你们可以勇敢做梦哦！今天就到这里，拜拜。